当可颂丹麦酥遇见焦糖榛果卡士达酱，他们相爱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橘子厨，今天来教大家做法式可颂丹麦酥。我们今天来做的丹麦酥呢，和普通丹麦酥不一样，我个人认为比普通丹麦酥要好吃。皮儿是要比普通丹麦酥脆，而且是发酵过的，是黄油可颂的那种皮儿。然后馅呢，没有普通的丹麦酥的那种很浓的芝士味，而是一种很清甜的牛奶的榛子香味。而且我们还会加上一些水果，比方说覆盆子或者草莓之类的，增加酸甜的一种口味。这个甜点需要2天来完成，我会手把手教大家如何做千层酥皮。第一步，面团的第一次发酵和黄油整形，将高活性酵母拌入室温牛奶中，再加入除了黄油之外的所有原材料。这一步我用厨师机来完成，你也可以用手揉。成团后加入20克室温软化黄油，将黄油完全揉进面团里。这个过程厨师机约10分钟左右，然后松弛静置20分钟，促进面筋的形成，再用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，最好揉成膜，如果没有也不用太担心。然后在26摄氏度的环境中静置发酵2小时左右，膨胀到2到3倍大时取出，然后把膨胀的面团压扁，整形成一个长方形，急冻30分钟，再冷藏过夜。如果你想1天完成，就至少冷藏1个小时。我们再来将黄油借助带封口的保鲜袋擀成长方形，保鲜袋也可以用烘焙纸代替。第二步，我们来做著名的法式焦糖榛果卡士达酱，也叫做穆斯林奶油馅。首先将榛子烤熟，趁热用热毛巾去皮，这一步小心烫手哦。我们再来熬糖浆，糖加少许水，中小火加热，直至变得焦黄，有点像东北的拔丝地瓜。然后泼在烤熟的榛子和杏仁上，注意下面要垫上一张烘焙纸。晾凉后就可以当榛果糖吃了，口感有点像花生糖。如果你的焦糖吃起来有点苦，也不要担心，因为和卡士达酱混合之后就完全没有苦味了。再用搅拌机打成粉末或酱状。我们现在来做卡士达酱，4个蛋黄，加入白糖搅拌，再加玉米淀粉和普通淀粉。另外拿一个厚底锅，加500毫升牛奶，中小火煮成刚冒小泡泡的样子。把1/3的热牛奶倒入鸡蛋糊中，再将面糊倒入剩下的热牛奶中，小火继续加热，一定要快速搅拌，否则会糊底儿。直到变成浓稠的浆糊状，加香草精以及软化黄油。搅拌均匀后放入冰箱冷却，注意保鲜膜一定要紧贴卡士达酱，这样能防止水汽。冷却后用搅拌机快速搅拌，加入刚刚做好的黑糖榛果粉，继续搅拌，再加2/3杯黄油，打发成丝滑蓬松的质感，黑糖榛果卡士达酱就做好啦。我们再来做淋在甜点上的覆盆子酱。还有刷在水果上的覆盆子涂层，加点白兰地，增添一丝特别的口味。这是第2天需要的所有原材料，除了前1天准备的原材料外，还需要少许面粉、糖粉、各种水果、牛奶以及1个鸡蛋。第3步也是最难的一步，压出千层。先把面团擀成黄油的2倍大。将黄油放到面团中央，黄油和面团的软硬程度要一致。沿着黄油将面团的2边切开，再反过来折叠到黄油上。擀成60厘米长的长方形。
然后像折被子一样，两边向中间对折，再对折。用刀将黄油画2个小角，再一次擀成60米长的长方形。一边折叠1/3，另一边再折过来。再将面团放入冰箱冷藏至少1小时。这一步使面筋松弛，防止黄油融化。第4步，整形、2次发酵和烤制。将千层面团擀成40厘米乘30厘米的长方形。擀好的面团约5厘米厚。切去面团的4边，再切成12个10乘10厘米的小正方形。注意侧面一定要切得平整，这样烤出来的酥皮侧面就一层一层的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在中心切出一个约边长9厘米的小正方形，将小正方形插出很多小孔，这一步可以使中心膨胀得更均匀。这是2次发酵前面皮的样子，每一面都刷上牛奶，目的是为了烤出来的颜色好看。烤箱内放入1碗热水，将面皮放入烤箱发酵1小时左右。发酵后会看到明显的分层。1个鸡蛋加少许牛奶，刷一层蛋液，然后365华氏度烤15至18分钟。昨天我们做了榛子杏仁卡士达酱，在冰箱里冰冻了1夜，现在已经有一点点硬了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大碗里，继续打，使它变得丝滑。这时候酥皮烤好了，刚出锅的酥皮非常的酥脆焦香，去掉酥皮的小盖子和上面几层。如果想装多点卡士达酱，就多去掉几层酥皮。撒上糖粉和微笑，用一个圆形花嘴挤上满满的卡士达酱。这一步可以随意发挥，做出你喜欢的模样。我用了草莓、覆盆子和蓝莓来装点。再淋上几滴覆盆子酱，给水果刷上覆盆子涂层。刷上酱汁的水果色泽会更鲜亮，而且有淡淡的酒香。这就是酥脆的可颂丹麦酥遇到柔软的法式焦糖榛果卡士达酱的故事。没有尝试过的小朋友一定要亲手尝试一下，做给自己以及喜欢的人，拥有一个美好的下午茶哦。喜欢我的视频或我本人，一定要点赞、关注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